岁开始跳舞，14岁独自飞去韩国，不会说韩语，身边一个人都不认识。YG 泰国试镜4000人里，他是唯一过关的选手。时隔15年，他站在了 Met Gala 红毯上，成为了主持人委员会成员。2026年 FIFA 世界杯开幕式的舞台也即将有他参与。今天我们用吠陀占星拆解 Lisa 的星盘。根据 Lisa 的出生日期和地点排出星盘，她在1997年3月27日出生在泰国武里南省，没有具体出生时间。不过这个星盘的推理相对容易，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双鱼座，这里聚集了大量的行星，太阳、水星、金星、土星、基督5个行星聚集在一个星座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瑜伽，叫做苦行瑜伽。几乎和他同时间段出生的人都有这个特殊瑜伽。这个瑜伽效果的关键在于比较这些行星的力量，力量最强的那颗会成为这个瑜伽的神圣之星，不同的神圣之星将带来不同的效果。这里的土星和金星都是被燃烧的状态，但水星没有，所以神圣之星的力量在太阳和水星之间产生。行星的具体力量需要有精确的出生时间才能最终判断。太阳作为神圣之星，主导它成为一个虔诚并严格践行戒律的修行者。水星作为神圣之星，主导他成为一个善于传播和说教的修行者。Lisa 这种以个人形象与能力出名的 idol 更倾向于前者，她是非常恪守自己行事准则的人，人生中可能会有空白时期，但她绝对不会轻易浪费掉这些时期，反而会利用这个时期来修炼自己。不过具体的星盘分析，我想先定盘，推出大概的出生时间，再进行详细的分析。我们主要从他前30年的人生经历里找一些定盘的证据，回顾一下他的人生时间轴。他是泰国武里南省出生，4岁开始跳舞，加入威扎库舞团后参加选秀，到了2010年 YG 泰国试镜，成为4000人中唯一通过的选手。2011年14岁独自赴韩，时隔15年，他在 Met Gala 红毯担任主持人委员会成员，并官宣2026 FIFA 世界杯开幕式表演，彻底完成泰国女孩征服世界的弧光。有占星背景知识的人一眼就会对15这个数字产生极高的敏感度，这是一个土星周期的一半，他即将完成人生的第一轮彻底成长。所以我们不妨用土星的行动轨迹来做一个推断。2010年到2011年期间，土星过境处女座，他的出生星盘月亮位于天秤座，所以当他第一次获得 YG 公司的橄榄枝时，土星正过境他的月亮第12宫。与此同时，木星过境水瓶座，也就是月亮的5宫。这是在他的内心情感层面与外在形象上的双重推动。他得到了来自12宫海外人士的肯定，也得到了荣誉的奖赏。时隔15年，现在的土星过境到处女座的对宫，也就是双鱼座，他的事业运再次提高。对于大多数人的星盘来说，根据月亮星盘结合行星过境就可以分析，但 Lisa 的星盘结合她的人生经历来看，明显属于特殊类型，必须参考上升星盘的过境。根据我的经验， Lisa 的上升大概率是双子座，可以根据她的人生高峰期和低谷期来推断。现在的土星正过境她的第10宫，这是把握事业的最佳时期。Lisa 曾经表示，她曾在韩国经历过一段低谷期，也就是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下半年间。当时土星过境射手座，位于上升的对宫，直接接受到土星的冲击，这个时间对应完全吻合。而如果上升是双子座，那么太阳就会位于第10宫，太阳的综合能量将会是最大的，这也符合太阳作为他星盘中神圣之星的特性。假设上升双子，根据这里计算出来的8分极点，数值与表格的数值就是这样的，大于28就会显示为绿色，表示吉祥。我们看到天蝎座、射手座、摩羯座的极点数量算高，这种高极点对于木星过境来说是好事，但对于土星过境来说，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，让命主觉得外来的压力变大。所以2018年土星过境射手座，木星在天秤座，极点数量低，即使木星过境到月亮本宫，他依然会觉得压力非常大，但木星的效应始终存在，能够让他在此期间遇到贵人。他也曾经表示，当时是音乐制作人 Teddy 给他支持，才让他克服困难。时间来到2020年8月，木星过境射手座，也就是他星盘中极点非常高的位置。与此同时，土星过境摩羯座，此时土星已经离开了射手座，不会对他的上升星座产生相位影响。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儿，
他们团队时隔多年再次发布专辑，专辑一经发布就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音乐榜13名，成绩非常亮眼。然后时间来到2021年9月，土星和木星都位于摩羯座，也就是他的上升第8宫，极点数较高，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，同时有压力，但也有十足的动力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发布单曲，以个人身份出道，专辑一经发布就打破多项纪录。至此之后，他的人生事业算是闯出来了，知名度打响，开始为了自己的事业独立奋斗。时间来到现在，土星过境上升的第10宫，木星过境上升的第1宫，在近期木星转向第2宫，第10宫是事业宫，土星放置尤其有利，代表事业变得稳固，逐渐转向收获。第2宫是财富宫，代表个人的财务流水开始转起来了。这2个宫位都有利于事业的发展，但与此前的名声打响时期不同，此时的极点数较低，再次获得那么大的突破较难。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小范围的进步是非常容易的。确定了上升星座之后，我们顺便来分析它原来的出生星盘。群聚的5颗行星位于第10宫，每一颗行星都有自己的特质，多种特质混杂，作用在事业宫。这意味着他的事业将呈现多方发展的状态，他可以去尝试不同的领域。太阳在第10宫，通常意味着他本人在事业上的权威性，比如他在此前担任过综艺节目的指导导师，而他当时应该只是当做一个活动出席。如果他未来有意往此处发展，能做得更好、更出色。水星在第10宫，展现他本人的专业性，他非常乐意钻研 idol 所必备的唱跳技能，他的舞蹈功力在业内也是出名的。金星在第10宫，能够让他对事业产生极大的热情，他会享受这份事业带给他的快乐，乐在其中。土星在第10宫，展现他对于事业态度的踏实，土星会为他的事业前期带来磨练，而后期将带来巨大的地位和收获。尤其对于像他这样的自己出来闯荡的人，土星带来的事业地位是非常牢固的。从负面意义上来理解，土星会让他对待事业过于的苛刻与严厉，这也常常是一个人在事业奋斗上痛苦的来源。嫉妒在第10宫，嫉妒的特性类似火星，有一种潜在的爆发力，它能够赋予人们一种能力，去应对任何的困难，无论是多大的阻碍，都可以用这种破坏与爆发的能量克服。但嫉妒和火星不一样，嫉妒本性中还有一种像修行者一样的特性，充满灵性，严格践行自己的规则制度。这与 Lisa 对待事业的方式非常像。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火星，火星位于第3宫，这是放置火星最有利的位置之一。第3宫本身的指示行星也是火星，火星位于这里也会让火星本性的特质得到放大，比如他为人会特别讲义气，非常勇敢，敢于去冒险，去尝试任何新鲜的事物。负面的特质就是容易与亲密的朋友关系破裂，因为火星本身有太强大的冲击性，这种能量不适合维持广泛的友谊，成为他的朋友其实门槛会比较高。他能够在关键时候为朋友出头，但只有能承受他这种强大能量的人，才能与他维持长久的友谊关系。最后我们来看 Lisa 星盘中的2个常见的瑜伽组合，王瑜伽和财富瑜伽。先看王瑜伽，土星和木星交换星座，土星位于双鱼座，木星位于摩羯座，而木星掌管双鱼座，土星掌管摩羯座。这种相互位于对方星座的关系称为交换，就像2个人互相住进了对方的房子里，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连接。基本上1997年左右出生的人都有这种连接方式，但这种交换关系也会让木星和土星加上了对方行星的特性，比如木星代表吉祥、幸运、荣誉。对于其他年份出生的人而言，这种吉祥与幸运来的会比较快乐，但这个年份出生的人相对来说更懂得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奖赏。反过来，木星的幸运特质也能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乐观心态，度过难关。然后在 Lisa 的星盘中，木星掌管第7宫和第10宫，土星掌管第8宫和第9宫，相当于4正宫的主星和3合宫的主星产生了连接，这就是经典的王瑜伽判断方法。王瑜伽让他能够在事业上取得显著的收获，事业有成，在自己的事业领域名声远扬。但这种成功不是轻而易举得到的，因为这里值得关注的是木星位于第8宫，这是痛苦之宫其中一个，再加上木星与土星交换宫位，这样的结构也形成了另一种组合，叫做困难瑜伽。它必须经历一种先苦后甜的过程，才能稳固自己的事业根基。如果成功太轻易，反而会败掉。
另一个就是财富瑜伽，这里主要关注土星、金星和水星。土星和金星位于同一个星座，这是最常见的相互连结的特征。土星是第9宫主星，金星是第5宫主星，水星是第1宫主星。在判断财富方面，第9宫代表幸运之财，这是大财宫；第5宫代表荣誉与投资之财，第1宫代表个人形象的收获。因此，他只要不断地去创造、去展现自己，把名号打响，他就会财源滚滚来。Lisa 的星盘是一张先苦后甜的命运图谱，5颗行星居于第10宫，王瑜伽、财富瑜伽、苦行瑜伽全部叠加在一起。他必须让自己练就非常强的本领，然后去征服世界。他也的确做到了。4岁开始跳舞，到现在站在 FIFA 世界杯的开幕式舞台上，这中间隔着的不只是15年，也是几万个小时的训练，还有一个人在异乡扛下来的所有孤独。土星第10宫的时期还没有结束，他的故事还在最好的阶段。等到土星进入11宫的时候，收获才真正开始。好了，本期 Lisa 的吠陀星盘分析就到这里。你的星盘中也有类似先苦后甜的结构吗？如果有，恭喜你，成功将会持久而稳固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